女人一觉醒来，发现了一件可怕的事，自己正身处警局中，面前还摆放了一副银手镯。一个自称是警察的女人告诉他，现在已经是凌晨4点。女警指控卡门凌晨2点醉酒驾车，撞下了中央隔离带，且前保险杠沾有血迹。警方怀疑卡门撞到了人，因此要将他暂时拘留，等待查验结果。所有女警拿出了卡门随身携带的药品，怀疑他开车时嗑嗨了。卡门却不肯承认此事，他最后的记忆仍停留在酒吧小酌的画面。卡门坚称自己不会醉驾，甚至想拿钱摆平麻烦，女警却无情地拒绝了。对方坚持要等待毒理报告出来，卡门非常慌乱，便想借口上厕所跑路。当他刚攀上卫生间的窗户，就遭到了警探艾弗里敲门催促。卡门只得被迫放弃逃跑计划。他准备走出来时，发现自己手上沾了未干的油漆，于是便想打开水龙头清洗，却发现里面根本没有水。卡门只能随意地擦拭了一下，走出了厕所。艾弗里招呼了卡门，一顿飞抢甜甜圈后，当着他的面将手枪锁进了抽屉中。在艾弗里的引导下，卡门注视了监控中的画面，女警正在和目击证人罗伯特谈话。卡门的脑海中也回忆起他拜托酒保和罗伯特搭讪的画面。罗伯特交代着两人互生好感后，一同坐上了卡门的车。两人在车中关系更进一步后，就发生了可怕的车祸。然而卡门对此毫无印象，他坚定地认为是罗伯特给自己下药了。由于警局正在装修，卡门被关进了临时监狱中。好友在此时前来探望卡门，他的面色十分凝重，似乎有心事。趁着女警打电话时，好友艰难拿出口袋中的巧克力，吃了一口后，并用包装纸上的字母暗示着卡门逃跑。所有好友就在艾弗里的催促下离开了。卡门有种不祥的预感，他呼喊着警察，想要进一步为自己辩解。警察却拿出了尿检结果，证明了卡门开车前喝了一瓶红酒的事情。然而大片记忆的空白显得卡门的说辞十分苍白无力。无奈之下，他只好请求律师援助。卡门很快等来了律师，虽然不是指定律师，但对方业务能力超群。他的车子因为前保险杠有血迹，警方怀疑撞到了人，因此将车子扣押时，律师提议提取 DNA 进行对比，警察们也因此哑口无言。卡门反应过来后，立刻掌握主导权，前来要求验证 DNA 证明自己。他猜测可能是撞到了路。律师的表情突然有些心虚，他承诺会帮助卡门去申诉后，便匆匆离开了房间。艾弗里去送律师后，女警便将卡门重新关进了监狱中。随着监狱中一个疯子发生了暴动，将一个女孩殴打至昏迷。女警见状打开牢门想要制止，不料反被疯子勒住了咽喉。卡门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幕，有些手足无措时，女警又作为一丝力气恳求了卡门捡起地上的手枪，对着疯子射击。卡门鼓起勇气射出了一枪后，却意外射杀了女警。艾弗里闻声赶来后，发现自己的搭档已经倒在了血泊之中。艾弗里看着一旁呆愣的卡门，立刻意识到是他干的好事，于是艾弗里快速地没收了枪，将卡门带到了审讯室中对峙。卡门想要辩解，却也意识到自己因为酒驾被拘留，又误杀了警察，他会遭到终身监禁，且不能假释。为了自由，卡门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用100万美元贿赂艾弗里放了自己。艾弗里听后果然心动了，他转过身来，为了赚取更多的钱，艾弗里担心卡门欺骗自己为借口，叫他转身做事离开。卡门立刻追加到120万，并承诺会支付现金。艾弗里这才露出了满意的笑容，最后直接坐地起价，向卡门索要200万。卡门为难地表示这是他全部的财产。最终卡门为了自己的自由答应了这笔交易。于是艾弗里带着卡门走进了办公室，给了他1分钟的时间，用电脑登录账户转账。这时卡门突然发现警徽竟然只是一个道具，他在此刻想起来好友提着自己要逃跑的动作，立刻意识到不对劲，于是他想要趁此机会打电话求救，却发现电话没了信号。突然律师神色紧张地闯了进来，他见到艾弗里后便想要告知对方汽车测试结果，艾弗里却强硬地拒绝了律师想要单独聊天的请求，并将他赶出了办公室中。卡门只觉得事情愈发离谱了。忽然他想起之前准备从洗手间窗户逃离时摸到了还未风干的油漆，而且水龙头也没有水，他因此意识到这里是一个假警局。他趁着艾弗里和律师拉扯时，取出了艾弗里藏在抽屉中的手枪，直接和两人对峙起来。然而两个骗子却演戏上瘾了，他们紧张劝说的卡门冷静下来，卡门根本听不进去了。他拿起一旁摆放的假警徽，质问了两人到底什么是真的。艾弗里仍在试图继续劝说卡门，对方就神情激动地扣下扳机。随着卡门才发现，就连这把手枪也只是一个道具。在卡门有些疑惑时，罗伯特已经绕后将他打晕了过去。这群骗子将卡门戴上了手铐后，重新关进了监狱中。艾弗里忍不住埋怨起罗伯特太过冲动，毕竟他差点从卡门手中得到200万美元。卡门此时已经有了意识，为了不露出破绽，他仍旧紧闭双眼，使得所有的骗子们聚集在了一起，在他讨论起接下来的骗局。就连刚刚被关进监狱的犯人都是他们的同伙。可怜的卡门被彻底蒙在鼓里。由于这个废旧的建筑3个小时后即将面临拆除，一群人商讨起该如何继续行骗。由于第一回合卡门已经识破骗局，第二回合时骗子们直接齐聚一堂，和醒过来的卡门面对面交谈起来。卡门疑惑地询问起他们的身份，这次艾迪弗也不装了，他坦白了自己是卡门的前男友丹顿的兄弟，两人在孤儿院时就是好友，如同亲兄弟一般。艾迪弗就连丹顿背的妻子曾和卡门有过一段办公室恋情的事情也知晓。卡门大方地承认了和丹顿曾在一起的事情，但是他并不知道对方已经有了家庭。得知艾迪弗怀疑自己杀了丹顿，卡门却直接否认了此事，他是不会对自己的爱人痛下杀手的。艾迪弗就打断了卡门的虚伪的话语，他认为卡门不仅杀害了丹顿，还卷走了他们的800万。
卡门只好承认，丹顿在去世之前的确来找过自己。丹顿当时十分惊恐地表示，有人想要加害他。丹顿托付给了卡门一把钥匙，便匆忙地离开了。卡门用这把钥匙打开相应的储物柜后，发现里面全是现金。他清点了一下，发现一共是200万。令卡门没想到的是，第二天就传来了丹顿的死讯。丹顿生前也表示过，这里正在被一个亲近的人加害。结束回忆后，卡门想要息事宁人，准备将自己收下的200万转给艾弗里等人。艾弗里却不依不饶，他清楚了丹顿的账户中有着800万的财产。卡门却否认了自己独吞的事情，他猜测剩下的财产可能和丹顿一起被火焰吞噬掉了。其他的同伴却一同变了脸色，得知丹顿拿了不该拿的钱便被火烧死，这让其他人想起了恶魔伊万的传说，他对于背叛自己的人就是放火将其烧死，并留下警告。其他被请来演戏的演员因此产生了动摇之心。艾弗里却骂他们是胆小鬼，并保证自己和丹顿绝对没拿1万的钱。卡门趁机想要策反他们，故意转移话题拖延时间。艾弗里却不愿就此放弃，他以瓜分800万财产的诱惑重新调动了同伙们的积极性。接下来大胡子给卡门上刑具，关键时刻大胡子突然毒瘾犯了，艾弗里只好认命的给了他一些面粉缓缓。趁着这个时间，其他人来到了办公室，开始商量起了接下来的计划。独自在审讯室的卡门默默的用脚盖住了被遗落在地上的刀片。接下来罗伯特主动请缨当说客，来到了卡门的面前。他一顿花言巧语后，主动将卡门的药瓶归还给了他，表达了自己的诚意。卡门将计就计，说出了自己想要上厕所的请求。罗伯特为了维持人设，自然不能拒绝。路过饮水区时，卡门突然剧烈咳嗽了起来。趁着罗伯特帮忙倒水时，卡门偷偷地将自己的安眠药放在了咖啡壶中。他来到吸乳间后，快速地用剪刀的刀片割开了纱布。然而当卡门准备突破铁丝网的束缚时，轻重的响声惊动了罗伯特。罗伯特闯了进来想要制止，却被卡门拿着刀片挟持。关键时刻艾弗里出现，用真枪打伤了罗伯特。下到杀鸡儆猴，令卡门彻底老实了下来。他再次被铐在了审讯室中。艾弗里几人冷漠地看着大队中弹的罗伯特痛苦的挣扎，最终他失血过多而亡。这意味着瓜分财产的人少了一位。卡曼通过门缝观察到罗伯特的惨状，主动揭穿了艾弗里的阴谋。艾弗里不会允许任何人瓜分财产的，接下来他会一个接着一个将他的同伴们解决掉。本来大家并不当回事，直到可嗨了的大胡子喝了掺了药的咖啡后，呼吸突然变得急速起来，没过一会儿倒地身亡。似乎验证了卡门的话，艾弗里草草地处理了大胡子的尸体后，提议要加快进度。为了逼迫卡门快点转账，叶西的再次对他用上了刑法，一把刀具缓缓地插进了卡门的指甲盖中，随着对方加大力度，指甲盖被整个翘起，露出了血肉模糊的嫩肉。卡门为了加剧几人的矛盾，强行忍下了痛哭，所有的告诉了行刑的小丽一个扎心的真相：她的男友大胡子之所以猝死，是因为艾弗里给的面粉有问题。小丽天舞立刻丧失了理智，他拿起刀具准备捅向卡门，卡门伸手将刀子抵挡了下来，才保住了性命。艾弗里眼疾手快地拦住了小丽的下次进攻。此时他们还需要卡门登陆账号赚钱，于是只能委屈小丽暂时放下仇恨，伪装成女警的丽莎连忙抱着小丽安抚起来，直到艾弗里承诺将大胡子的那份钱也分给小丽，这才将他成功安抚。突然门外传来了敲门声，艾弗里示意大家保持安静后，打开门查看，原来是有相关人员过来提醒这里的人距离拆除建筑只能下的1个小时。艾弗里为了加快进度，卡门的闺蜜也被带了过来。艾弗里拿出一张照片，质问上面的孩子是谁。由于卡门太过狡猾，艾弗里直接开枪打伤了闺蜜的大腿。见对方还想下死手时，丽莎就看不下去了，她推开了艾弗里后，抱着孩子的照片分析起来。通过孩子的肤色和发色看，他显然是卡门和丹顿的儿子。由于丹顿突然死亡，卡门因此抛弃了儿子，所和领养弃婴的女人当起了闺蜜。艾弗里立刻意识到孩子就是他手中最大的筹码，于是他决定用孩子的安危威胁卡门交出钱财。受伤的闺蜜被丽莎安置到了大胡子的尸体旁。小丽见到又出现了一个受伤的人后，内心已经逐渐开始相信卡门的话，认为艾弗里准备将他们逐个解决，于是他决定反抗。小丽想去抢律师手里的枪反抗，却因为男女体力悬殊，被律师反手推倒后，头碰到了桌子上，失去了意识。此时艾弗里直接当着卡门的面对着婴儿车射了一枪。卡门担心儿子的安危，直接当场崩溃大哭。在看见掉落的是一个玩具后，卡门仍旧心有余悸。丽莎在此时抱着孩子走了进来，并交给了一手持枪的艾弗里。卡门最终屈服在母性之下，同意的给艾弗里转钱，说了自己的律师不愿再伤害任何人。丽莎却迫切的想用这笔钱去救着生命垂危的父亲，两人一同持枪对峙。艾弗里试图劝律师冷静下来，见对方松懈下来后，他迅速出手，按着律师的头将他狠狠地撞击在了墙壁上。艾弗里的残忍让丽莎有些恐惧，因此丽莎忍不住举起手枪对准了他。艾弗里此时已经杀红了眼，面对丽莎的背叛，他毫不犹豫地痛下杀手。虽然心系孩子安危的闺蜜借着大胡子身上的刀具挣脱了束缚，在两人激情激烈的打斗时，卡门试图争夺手铐，当艾弗里杀了丽莎重回房间时，卡门已经挣脱了束缚，并捡起地上遗落的真枪。不知情的艾弗里捡起了地上的假枪，继续威胁着卡门。卡门的脸上却露出了胜利的笑容。从他的口中，艾弗里得知了团队成员一一死亡的真相。大胡子死于他在咖啡壶里投入的药物。
罗伯特大腿中弹并不严重，是卡门趁机将他的大腿扩大了伤口。大势已去的艾弗里愤怒地对着卡门开枪，才发现手中的是道具。当第二声枪声响起，艾弗里有些不可置信地看见卡门，只见对方站了起来，无情地补了2枪。卡门决定带着儿子离开时，闺蜜一瘸一拐地走了过来，她庆幸的母子俩平安无事。然而当卡门得知闺蜜在得知卡门被拘禁后就已经报警后，却不得因为这句话引来的杀身之祸。卡门为了毁掉房子中的证据，在建筑中倒了汽油后，还剩一口气的艾弗里向卡门连连求饶。卡门却说这并不是他的名字。艾弗里这才意识到卡门就是传说中的伊万。所有卡门划开的火柴扔在了地上，重视的艾弗里用自己的鲜血留下了一个名字伊万。等待警察赶到现场时，建筑内的证据被火苗吞噬，他们只看到了7具尸体。警方一时间无法查明这档案子的动机。此时的卡门从车轮处拿出了早已经准备好的钥匙，索罗打开储物箱，随即拿出一张身份证明离开了此地。